玛雅人一夕之间消失无踪。2012是传说中的末日预言吗？足球比赛到底是赢的要献祭，还是输的要献祭呢？传说中的水晶骷髅头又是怎么一回事？今天让我们一次破解玛雅文明中的7个谜团。大家好，我是玛雅人，玛雅国驻台办事处大使。玛雅文明一直是好莱坞最爱用的题材之一，无论是丛林寻宝、遗迹谜团、古老传说、末日预言，到处都可以跟我们玛雅文明沾上边。不管是爱探险的 Dora， 还是爱插水的宝洁，玛雅文明带来的神秘感总是让人津津乐道，难以抗拒。然而，在这些光怪陆离的故事当中，有多少是真实，又有多少是杜撰的呢？在破解谜团之前，先让我们用短短1分钟的时间，高速科普一下你必须知道的玛雅文明基本常识。玛雅文明位于今天洪都拉斯、萨尔瓦多、贝里斯、瓜地马拉以及部分的墨西哥，与印加帝国还有阿兹特克并列为美洲3大古文明。他们不仅有自创的玛雅象形文字，也会利用20进位的数字系统来进行计算，甚至也有零的概念。他们的社会由4种阶级所组成，分别是贵族、祭司、平民，还有奴隶。玛雅的人口众多，估计有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人口居住在这些地方。他们的主食是玉米，所以也有人称他们为玉米文明。虽然玛雅人不曾使用金属器具，甚至没有牛、马这些大型的畜类，他们却打造出了许多宏伟的神庙、金字塔跟祭坛，被后代人称为丛林大教堂。可惜的是，这个伟大的文明在16世纪的时候被西班牙人完全的摧毁，成为了传说。一直到200年之后，人们才重新在雨林之中发现它的存在。好的，7大谜团破解正式开始。玛雅人在丛林里面创造出了兴盛的文明，他们有非常巨大的神庙。然而呢，在西元9世纪到10世纪左右，玛雅的人口让人匪夷所思的忽然骤减，许多的建设跟神庙也开始终止。不知道为什么玛雅人好像神秘的消失了，所以呢，有人开始臆测玛雅人可能是外星人啊，可能因为时间到了，所以就离开地球啦。好，让我们来看看几张照片。这个是玛雅人。这也是玛雅人，这还是玛雅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玛雅文化可以分成4个时期，分别是前古典期、古典期、古典中结期，还有后古典期。而我们在这边讨论的玛雅人神秘的消失了的时期呢，就是古典中结期。这时候呢，人口开始减少，文字、纪念碑、神庙这些东西也开始不再使用，以至于整个玛雅文化似乎逐渐的衰落。那没落的原因呢，目前呢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可能是宗教体系的崩溃啊，或者是因为干旱啊，或者是因为战争啊，还有大家最爱听的外星人。但是呢，目前我们还不太能确定说玛雅人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他们古典中结期的崩溃。文明没落之后，剩下的玛雅人在墨西哥的尤加敦半岛重启炉灶。目前还有800万的玛雅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根据统计，瓜地马拉一带呢，更有40到60%的人口具有玛雅人的血统。总而言之，玛雅人的后代呢，依然在中美洲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下次你到了瓜地马拉，搞不好随便丢了一颗石头，都还有可能会打到我们玛雅人哦。在帕连克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巨大的石棺盖，这是帕卡尔大军的石棺，上面呢充满了许多神秘的图案，常常有名嘴认为这块石碑就是太空梭的设计。修蛋姐。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另外一张图，这是另外一个神庙的门楣上面的图案。发现了吗？他们2个都有一个大大的十字的符号，代表了玛雅人生命之树的概念。根据玛雅人的世界观，世界可以分为上界、人间跟下界。世界的中心有一棵世界之树，这棵世界之树呢，让能量与人的灵魂可以流动在上界、人间与下界之间。所以呢，帕卡尔大军的石棺盖上不是太空梭，而是一棵生命之树，呈现的是帕卡尔大军在死亡之后踏上他的死后的道路。好，等一等，这边我们要科普一下，如果从地表上发射一艘足以
脱离地心引力的太空梭，它的发射速率至少要超过每秒11.2公里。但在玛雅文明昌盛的时候呢，人们连金属扳手都没有，要做出太空梭，这会不会太为难我们玛雅人呢？你瞧瞧这精美平滑的甲板，结实有力的束缚，极致倾斜的角度，保证能带给你一颗又尖又长的头颅。别紧张，这可不是什么酷刑。世界上有许多地方都存在着扁平头颅的文化，像是大溪地啊、夏威夷啊、法国、俄罗斯，还有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都曾经有人工颅骨塑形的记录，而玛雅文化也是其中之一。那么，为什么玛雅人要这么大费周章的为头整形？目前呢，有几项推论：第一个是为了展现阶级；第二个可能是宗教信仰；第三个有可能是因为审美观的关系。学者相信，在古典时期的时候，不同阶级的玛雅人他们的头型也不太一样。社会阶级比较高的玛雅人会利用头型来展现他们的地位，也有人相信玛雅人是利用头颅塑形来守护灵魂。他们会在婴儿出生的4到5天之内，用2块木板夹住儿童的头，避免婴儿的灵魂从头部逃跑。而在玛雅的神话之中，玉米神它也有一个较长的头颅。扁头呢，在玛雅人的眼中是非常漂亮而且非常帅的。此外呢，斗鸡眼啊、鹰钩鼻啊、耳环啊、尖尖的牙齿啊，在玛雅文化中也是美丽跟帅气的象征。有些家长呢，甚至为了让小孩有漂亮的斗鸡眼，会在小孩的额头前面的刘海绑上一颗小珠子。小孩呢，看着晃来晃去的小珠子呢，久而久之，他眼睛就会变成斗鸡眼。综合上面所推测的，如果金城武生在玛雅的时代，他应该会长这个样子吧。传说中，2012年12月23号是玛雅历法的最后一天，也是玛雅人预言的世界末日。预言中的那一天可能会发生大洪水、大地震、大灾难，席卷全世界，摧毁人类所有的文明。然而实际上，当天风光明媚，阳光普照。难道我们玛雅人的预测错了吗？其实我们都误会玛雅人了。我们先说说玛雅的历法。玛雅人有3种历法，分别是卓尔金历、哈布历，还有长纪年历。其中长纪年历就是2012末日谣言的源头。所谓的长纪年历是一种玛雅人的历法，它的起始点是西元前3114年的8月23号这一天，它有一长串独特的计数单位，其中呢最高位阶的计数单位叫做 Baktun， 是144000天。当计数计到13个144000天的时候，这一次的历法周期就会结束。经过换算，这一天就是西元2012年的12月23日。但是古代的玛雅人到底怎么想这一天呢？根据目前考古学者的研究，只有一块石碑好像提到了2012年会发生什么事。那块石碑是这样子写的：2012年12月23号那天会，然后以下石碑就断了。所以呢，根本没有人知道玛雅人认为那天会发生什么事。根据学者的推测，2012年不过就只是一个历法周期的结束而已。对于玛雅人来说，不过就重新换一个日历，重新计算他们的历法，不就好了吗？如果玛雅文明有延续到今天，在2012年12月23号那一天，他们应该会开一个跨年派对吧？4、3、2、1，新年快乐！很多人看了《哆啦 A 梦：太阳王传说》，可能会觉得玛雅足球很可怕，输的人可能会被献祭，头可能会被拿来当球踢。到底是输球的一方还是赢球的一方要被献祭呢？目前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呢，输的那一队就应该被挖出心脏来献祭；有人认为呢，献祭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所以应该是赢的那一队被献祭。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说到献祭，其实我们玛雅人有所谓的多元献祭方案，有很多的地方都可以献祭。有时候呢，我们会把人丢进去石灰岩井里面，让他前往地狱，传达人世间的愿望。有时候呢，我们会把人带到神庙上面，挖出他的心脏来献祭。那最生猛的呢，恐怕就是统治者自己献祭自己。
他们有时候呢会拿尖刺刺自己的手，有时候甚至会拿尖刺穿过自己的脸颊。那甚至呢，我们还有发现过有一个玛雅的皇后拿着满是尖刺的绳子穿过了自己的舌头，奉献她的鲜血。而玛雅的国王呢也没有好过，他们会拿着烘鱼的刺刺自己的生殖器官，取生殖器官的鲜血来祭祀。所以其实玛雅人的献祭的手段是非常非常多元的，也不一定要牺牲生命。传说中，玛雅人相信神可以创造世界，也可以毁灭世界，所以呢，不可以让神生气。为了避免灾害发生，他们制造了水晶骷髅头来跟神灵沟通，避免人类的某些白目作为触怒天庭。而这些充满魔力的水晶骷髅头，现在被大英博物馆还有巴黎的人类学博物馆收藏着，世人也见证到我们玛雅人强大的工艺水准。但真的是这样吗？因为我们其实很少在玛雅的遗址里面挖到水晶或者是相关的饰品，甚至连一点点渣渣都非常少发现。那这些水晶骷髅头到底是哪来的呢？后来考古学家跟科学家利用精密的仪器来分析这些水晶骷髅头，他们发现根本就是现代车床加工精品制造，完全不是古代的产物。博物馆的这些水晶骷髅头其实不过是来自德国工厂伪造的工艺品而已。这些工艺品呢，当时候是因为博物馆正刚开始发展，有一些商人呢就假造了某些文物卖给了这些博物馆。而大英博物馆呢，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被这些商人所欺骗，买了这些假的玛雅水晶骷髅头。所以琼斯博士花了一整集争夺一个没有存在过的宝物，哎，真是辛苦了。还有一个亚洲限定的误解，据说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墨西哥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当时候的政府派了一个使者叫欧阳庚，到了墨西哥来寻味侨胞，顺便调查美洲是否有英商移民。结果据说欧阳庚巡视到今天有一个地方叫奇瓦瓦这个地方的时候，遇到了一群印第安人出来拦轿申冤。他们说他们自己是中国殷商的后代，希望欧阳庚能够回国禀报，把他们带回中国。他们还举出例子，他说他们都姓张，他说呢，奇瓦瓦其实就是中华华的意思。这个说法乍听之下实在是太扯了吧？但是民国初年的确有一些学者非常认真的讨论两地血脉相连的可能性。举例来说，有些学者认为玛雅的山丘怪兽的图腾跟中国殷商的饕餮纹非常的相似。没想到这个问题最后竟然是由我们台湾人来解决。世界知名的考古学者张光直先生，他提出了一个亚美巫术底层的概念。他认为当时候来自亚洲的猎人顺着白令路桥抵达了美洲。当他们抵达美洲的时候，其实他们带着巫术的宗教文化传统，这些巫术的宗教文化传统呢，就在亚洲与美洲两个地方独立发展。虽然说文化上看起来很类似，但实际上却是两边独立发展的结果。张光直的说法可信度比较高，我想是这个问题最好的一个解答。摊开玛雅的文明成就，的确有很多高水准的演出。例如说天文学，在没有望远镜的帮助之下，玛雅人制定了复杂的历法，也计算出了太阳的周期。甚至我们玛雅人还可以预测日食、月食、金星凌日等天文现象发生的时间。在数学方面，玛雅人发展了零的概念，比欧洲人早了800年。但是，如果我们把玛雅跟其他的人类文明来比较，这些成就其实并没有领先其他人类古文明太多，甚至多数古文明可以做得到的成就，像是金属器、车轮，玛雅人都没有达成。如果玛雅人是一个游戏玩家，那他的成就价应该超级黯淡。最后，我们来谈谈，对于科学家跟考古学家来说，真正的未解之谜到底是什么？在尤加敦半岛的地底下，有着总长超过1000公里、世界上最大的水底洞穴系统。考古学家相信，这些洞穴在数千年前可能是玛雅人所使用的陆地隧道。科学家相信，古代的玛雅人曾经使用过这些巨大的洞穴系统。
目前这些洞穴系统还有许多地方未曾被探索，而透过研究洞穴，有机会发现玛雅文明更多不为人知的一面。在2018年，另一组研究团队利用光达技术，他们绘制出2100平方公里的3D 立体平面图，发现包括民房、宫殿、防御措施等数万栋的建筑物，以及复杂的灌溉系统，还有道路系统。这代表我们过去严重的低估玛雅文明的规模、人口密度，还有城市的数量。随着新技术的出现，未来一定还有更多的新发现。或许在藤蔓掩盖的深处，藏有前所未见的艺术；或许在水下洞窟里，找得到诉说玛雅历史的石板；也或许在某个神庙的深处，我们搞不好还真的可以发现太空梭哦。这集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本次的内容，欢迎留言敲碗，期待下一集。天下没有难学的知识，我们下次见。